各位好，欢迎来到美股坐标系。2025年9月10日，甲骨文的股价单日暴涨36%，创下33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市值一度接近1万亿美元。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在那一天短暂地成为了世界首富，超越了埃隆·马斯克。但这只持续了几个小时，短短几个月之后，这家公司的股价从340多美元的高位一路跌到140多美元，股价腰斩，市值蒸发4000多亿美元。这是一家曾经统治全球企业数据库市场的公司，无数 IT 人口中的数据库之王，今天它却被贴上了 AI 泡沫、重资产陷阱的标签。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甲骨文的困境，它是在酝酿一场重生，还是在走向一场慢慢的坠落？故事要从1977年说起。那一年，3个程序员在加州圣克拉拉成立了一家公司，拉里、埃里森、鲍勃、麦纳、埃德奥茨。他们给公司起名叫软件开发实验室。3个人加起来只有2000美元，其中1200美元是埃里森出的，但他们手里有个东西可能改变整个世界。埃里森在 IBM 研究期刊上看到了一篇论文，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埃德加·科德写的关于关系型数据库的理论。这东西在当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传统的数据库是层级式的，就像文件夹套文件夹，你要找一个数据得一层一层往下翻。但科德提出的关系型数据库不一样，他把数据组织成表格，用形和列来存储。你想找什么，写个简单的查询语句就行，快、准、灵活。埃里森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 IBM 自己都还没把产品做出来，他想这是个机会。1979年，他们推出了 Oracle Version 2。为什么是 Version 2？因为他们觉得客户不会愿意买第一版产品，所以直接跳过了 Version 1。这就是埃里森的精明之处。Oracle 数据库的第一个客户是美国空军，第二个客户是中央情报局 CIA。事实上， Oracle 这个名字就来自他们早期为 CIA 做的一个项目代号。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 Oracle 一路高歌猛进。1986年上市，营收5500万美元。到了2000年，营收突破100亿美元，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企业数据库供应商，市场份额超过 40%。几乎所有大型企业的核心数据都存在 Oracle 的数据库里，银行账户、航空订票系统、电商平台、政府机关， Oracle 数据库无处不在。埃里森在一次采访中骄傲地说， Oracle 数据库被用来追踪基本上所有的东西。你银行里的钱存在 Oracle 数据库里，你的机票预订存在 Oracle 数据库里，你在亚马逊买的书存在 Oracle 数据库里。这就是甲骨文的辉煌年代。它不只是一家软件公司，它是整个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这一章的核心是 Oracle 曾经拥有的是真正的护城河。但风向变了。2006年，亚马逊推出了 AWS， 云计算来了，企业不再需要自己买服务器、自己建机房，他们可以直接租用云服务商的计算能力，按需付费，随时扩容。微软推出了 Azure， 谷歌推出了 Google Cloud，云计算的3巨头迅速崛起。 Oracle 呢，它还在卖传统的软件授权，一次性收费，终身使用，利润率高达 70%、80%。 这是个太舒服的商业模式，舒服到 Oracle 不愿意改变。埃里森一开始甚至公开嘲笑云计算，他说那只是个营销噱头，但市场不等人。到了2015年， AWS 的营收已经接近80亿美元， Oracle 的云业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埃里森终于意识到，不转型就要被时代抛弃。2016年开始， Oracle 拼命追赶，推出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简称 OCI。 但问题是，它已经晚了太多年。AWS、Azure、Google Cloud 已经占据了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 Oracle 只能排在第4名，市场份额不到 5%。 更要命的是， Oracle 的传统软件业务开始下滑，客户不再愿意为那些昂贵的软件授权买单，他们转向了云端的订阅服务，利润率从 70%多一路下滑，股价在2015到2020年间基本上是横盘的。投资者不看好 Oracle 的转型，华尔街给它贴上了传统科技公司遗老遗少的标签。这个时候的 Oracle 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继续做传统软件，市场在萎缩，转型做云，竞争对手太强大，而且云业务的利润率远低于传统软件。Oracle 花了几年时间，艰难地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一边继续从传统客户身上榨取利润，维持现金流，一边拼命往云业务投钱，建数据中心，招工程师，但进展很慢。到了2023年 ，Oracle 的云基础设施业务营收也就20多亿美元一个季度，跟 AWS、Azure 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市场对 Oracle 已经失去了耐心。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Oracle 将永远只能做老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2025年上半年，整个科技行业都在讨论一个词 AI， 准确地说是生成式 AI。ChatGPT 的爆火让所有人意识到 AI 的时代真的来了。但 AI 模型的训练和运行需要海量的算力，需要数以万计的 GPU， 需要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这个时候 Oracle 发现了一个机会。虽然在传统云计算市场 Oracle 落后于 AWS 和 Azure， 但在 AI 云这个细分领域，游戏规则不一样。AI 训练需要的是极致的网络带宽、极低的延迟以及 GPU 之间的超高速互联。Oracle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优化，它的数据中心设计专门针对 AI 工作负载， GPU 集群之间的网络速度比竞争对手快。而且 Oracle 还有一个优势，它跟 AWS、Azure、Google Cloud 都是竞争对手，但对于很多 AI 公司来说，他们不想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这些巨头，他们需要一个备选方案。Oracle 就是那个备选方案。2025年9月9日 ，Oracle 发布了财报，当天盘后 CEO 宣布了一个数字：剩余履约义务 RPO。简单说，就是已经签了合同，但还没有确认为收入的未来订单。这个数字是多少呢？4550亿美元，比上一季度增长359%，市场疯了。分析师们开始计算，如果这些订单在未来几年逐步确认为收入， Oracle 的云业务可能从现在的一年160亿美元增长到一年1-2千亿美元，增长10倍。而且市场很快就知道了，这4550亿美元的大部分来自于一个客户 OpenAI， 就是做 ChatGPT 的那家公司。据报道，Oracle 和 OpenAI 签订了一份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合同。OpenAI 要用 Oracle 的云基础设施来训练和运行它的 AI 模型。消息一出 ，Oracle 的股价暴涨，单日涨幅36%，市值接近1万亿美元。埃里森一度成为世界首富。华尔街开始重新评估 Oracle， 原来那个被遗忘的老牌软件公司，一夜之间成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玩家。但好景不长，很快市场开始冷静下来，提出了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客户集中度。3000亿美元的合同大部分来自 OpenAI 一家，如果 OpenAI 出了问题呢？如果它的 AI 业务增长不如预期呢？如果它决定自建数据中心呢？ Oracle 的未来就完全绑在了 OpenAI 这一个客户身上。第二个问题，资本支出。要交付这些订单， Oracle 需要建设大量的数据中心，需要买 GPU， 英伟达的 H100、H200 GPU 一块就要几万美元。Oracle 在9月的时候说，今年的资本支出是350亿美元，到了12月，这个数字变成了500亿美元，增加了43%。钱从哪儿来？ Oracle 的自由现金流在第二季度是负100亿美元，它只能借钱。9月 ，Oracle 发行了180亿美元的债券，到了12月，公司的总债务已经达到1060亿美元。评级机构警告 ，Oracle 的投资级信用评级岌岌可危。第三个问题，利润率。传统的软件业务毛利率高达70%以上，但 AI 云基础设施呢？ Oracle 自己说 AI 云业务的毛利率只有30%到40%，这比传统云计算的利润率还要低。分析师预测，随着 AI 云业务占比越来越高， Oracle 的整体毛利率会从2021年的77%下降到2030年的49%，利润率腰斩。第四个问题，收入确认速度。4550亿美元的订单是签了，但这些订单要在多少年内交付？5年、10年？而且 Oracle 需要先建好数据中心，客户才会开始付费。也就是说 ，Oracle 要先大量投入，然后才能慢慢收回成本。这个过程中，公司的现金流会非常紧张。到了12月10日 ，Oracle 公布了第二季度财报，营收161亿美元，低于预期的162亿美元。虽然只差了10亿美元，但市场不买账，股价当天暴跌11%。这是 Oracle 自2025年1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从那以后 ，Oracle 的股价一路下行，
从9月的高点345美元跌到了现在的143美元，跌幅58%，市值从接近1万亿跌到4100亿，蒸发了将近6000亿美元。AI 的热潮就像潮水，潮水来的时候 Oracle 被推上了浪尖，潮水退去 Oracle 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但故事还有另一面，在股价暴涨和暴跌之间， Oracle 其实一直在进行一场转型，这些转型是股价暴涨的基础，但也解释不了为什么股价还是跌了。第一个转型，多云战略。从2024年开始， Oracle 做了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决定，它跟 AWS、Azure、Google Cloud 这3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全部签了合作协议。Oracle 把自己的数据库服务直接部署在他们的数据中心里， AWS 的客户不用离开 AWS 就能用 Oracle 数据库， Azure 的客户也一样。这个策略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很多企业他们的核心数据在 Oracle 数据库里，但应用跑在 AWS 或者 Azure 上，以前这两边要互相访问，需要通过互联网，慢、不稳定，还有高额的数据传输费。现在呢， Oracle 的数据库和 AWS 的服务在同一个机房里，延迟降到毫秒级，数据传输费0。截至2025年底， Oracle 已经在这3家的云上建了60多个数据库站点。2025年第2季度 Oracle 的多云数据库业务收入增长了 817%。 艾里森说，这个业务单独就能让数据库收入在未来几年翻倍，从客户在哪我就去哪，不再是让客户来我这儿，这是个聪明的策略。但问题是，这个业务的利润率比传统软件低得多，而且 Oracle 需要跟这些云巨头分成， AWS、Azure、Google Cloud 的销售帮 Oracle 卖数据库要拿佣金。第二个转型，主权云，这是一个很多人不太关注的业务，简单说就是完全独立的云环境，数据存在哪个国家就归哪个国家管。欧盟、美国政府、北约这些客户不想把数据放在美国科技巨头控制的云上， Oracle 抓住了这个机会。2024年 Oracle 推出了 EU Sovereign Cloud， 完全由欧盟实体运营，数据不离开欧盟。2025年7月，美国总务署跟 Oracle 签了协议，全美政府机构买 Oracle 的云服务享受 75% 折扣。同年 Oracle 跟北约签了几十亿美元的长期合同。2026年1月14日 Oracle 又跟英国国防部签了新的云协议，帮助国防部把遗留系统迁移到 Oracle 云上，用上 AI 能力。这些政府和军事合同稳定，利润率高，但转化周期长，短期内看不到太大的收入贡献。第三个转型，拼命建数据中心。2025年9月 Oracle 说今年资本支出350亿美元，到了12月，这个数字变成500亿美元，增加了 43%。 为了建 AI 数据中心， Oracle 在德州、新墨西哥、威斯康星、密歇根到处建设施。跟 OpenAI 合作的项目，2026年1月 Oracle 在新墨西哥的 AI 园区动工，预计会创造4000个建筑岗位，1500个永久岗位。 Oracle 承诺给当地投资 3.6 亿美元，改善学校和基础设施，另外5000万美元帮当地修水系统。这是 Oracle 想展示的形象，负责任的企业、公民、AI 基础设施的建设者，美国 AI 领导地位的支撑者。但这一切都需要钱，很多很多钱。2026年2月1日，一个周日的下午， Oracle 发了一个公告，今年要融资450到500亿美元，一半股权，一半债券，包括一个200亿美元的股票增发计划。这是 Oracle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融资。为什么要融这么多钱？因为 OpenAI、Meta、xAI、TikTok 这些大客户已经签了合同， Oracle 必须把数据中心建出来，必须买 GPU。 英伟达的 H100、H200 一块几万美元， Oracle 订了96000块 Grace Blackwell GB200， 还有 AMD 的芯片。但问题来了， Oracle 的自由现金流在2025年第2季度是负100亿美元，它只能借钱。截至12月 Oracle 的总债务1060亿美元。评级机构警告 Oracle 的投资级评级岌岌可危，如果评级被下调， Oracle 的融资成本会大幅上升，而且这些投资什么时候能产生回报不知道。 Oracle 签了4550亿美元的订单，但这些订单要在5年、10年内慢慢交付。 Oracle 要先建好数据中心，客户才会开始付费。也就是说
Oracle 要先花钱，很多年后才能收钱。这个过程中，现金流会持续紧张。分析师预测 Oracle 的自由现金流会一直是负的，直到2030年。这就是 Oracle 的困境，但他在做正确的事情。但 AI 基础设施这个生意利润率这么低，真的值得投这么多钱吗？这些问题没有答案，至少现在没有。所以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甲骨文是在酝酿重生，还是在走向坠落？先说看涨的理由。第一， AI 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OpenAI 的 ChatGPT 每周活跃用户8亿，这些用户每次使用都需要算力。而且不只是 OpenAI、Meta、NVIDIA、xAI 都在用 Oracle 的云。AI 这个市场未来5到10年会持续增长。如果 Oracle 能够守住这些客户，它的收入确实有可能翻好几倍。第二， Oracle 在 AI 云领域确实有技术优势，它的网络架构针对 AI 工作负载优化过，延迟更低，带宽更高。而且它现在正在和 AWS、Azure、Google Cloud 合作，允许这些平台的客户无缝使用 Oracle 的数据库和云服务。这种多云策略可能会帮 Oracle 打开更大的市场。但风险呢？第一，客户过于集中，3000亿美元的合同大部分来自 OpenAI。如果 OpenAI 的业务增长不如预期，或者他决定换供应商， Oracle 就麻烦了。第二，债务压力，1060亿美元的债务，而且还在增长，自由现金流持续为负。如果 Oracle 无法按计划把订单转化为收入，它的信用评级可能被下调，那时候融资成本会大幅上升。第三，执行风险。从现在到2030年， Oracle 要把云收入从160亿美元增长到2250亿美元。这需要建设几百个数据中心，需要采购数十万块 GPU， 需要招聘成千上万的工程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拖慢整个进度。第四，利润率下降。 AI 云业务的利润率远低于传统软件， Oracle 正在从一个高利润率的公司变成一个低利润率的公司。虽然收入可能会增长，但利润的增长速度会远远慢于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甲骨文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它可能真的会在 AI 时代实现重生，也可能会被债务压垮，沦为 AI 泡沫的牺牲品。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Oracle 已经不再是那个稳稳当当躺着赚钱的数据库公司了。它正在进行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转型。成功了，它会成为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巨头；失败了，它会成为历史书上的一个注脚。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关注，保持警惕。毕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科技行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对甲骨文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收获，还请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见。